只要穿过超大的蜂窝迷宫，就有机会赢到100万奖金。比赛共分为5关，12个人分成2组进行比赛。蓝队和红队谁能赢到100万奖金呢？第一关是蜂窝迷宫，只要躲过2只鬼的追击，成功穿过去，时间最短的队伍就能得1分。老王自告奋勇第一个先来，他进去之后就开始找门。老王很淡定，声音也很小，没等2只鬼追上来，他就顺利的找到了出口，用时 8.5秒。红队一脸懵逼，眨眼的功夫就完事了。红队的小黑也想试一下，他猛地冲进去，正好遇见等待多时的鬼，还好他反应很快，迅速逃跑了。小黑着急的乱窜，2只鬼紧追不舍，每一个蜂窝只能打开1个门。小黑估计绕晕了，又回到了起点。他一次次的推开粘人的2只鬼，继续寻找出口，终于一脚踢到了出口。小黑跑了出来，用时1分钟16秒，显然和蓝队的 8.5秒天差地别。红队决定派出聪明麻利的猴子，希望他能扳回这一局。猴子很谨慎，他小心的试探，尽量不惊动里面的2只鬼，但是越怕什么就来什么。猴子被2只鬼堵住了，但他没有放弃，拖着鬼依然往前跑。终于他找到了出口，使出全力跑了出去，用时1分钟56秒。蓝队又派出了乔治，再给他们上一课，让他们输得心服口服。乔治刚一冲进去，就遇到了1只鬼，他不敢耽误时间，甩掉他们继续找出口。他被1只鬼拖着艰难的前行，还好他没放弃，找到了出口，用时45秒，所以这一关蓝队赢到了1分。第二关是真假大门，5面墙上有4扇大门，只有1个可以穿过去，谁先到达终点就能加上1分。4个人疯的一样撞了上去，选择的大门打不开，只能跟着别人的后面穿过，谁选择对了就会跑在最前面，剩下的3人只能跟在屁股后面，只剩下最后一面墙了。蓝队碰巧选对了大门，先他们1步到达了终点。红队一脸的不可思议，只相差了 0.01秒。接着开始第2局，每支队伍还是派出2个人，小白嗖的一下穿了过去，后面的3人赶紧跟上。红队想要超越他们，但是盖不住小白的运气好，连续选对了3扇门，第一个到达了终点。懵逼的红队更加懵逼了，这一局蓝队又赢了，再次加上1分。第3关是骑自行车比赛，穿过这条弯曲的赛道，谁先到达终点就能加上1分。只是这自行车也太小了，是3岁小朋友骑的吧？他们移动得很缓慢，走到上坡时，小自行车根本上不去，而小李直接丢掉了自行车，还没有我爬得快呢。反应过来的队员赶紧冲上去帮助他们，但是这么大的小车很难掌握平衡，推上去差点没摔倒。小白继续前进，他跑到了最前面，红队的车把被累掉了，老王给他扔到了一边，没有车把还怎么骑车呀？小白骑着小车又来到了第2道坡，队员赶紧把他推了上去，第1个来到了终点，红队的成员也追了上来，第2个到达了终点，而另一位队员的自行车直接报废了，他换了一辆继续比赛。而蓝队的小李还没有到达终点，红队马上追过来了，2个人几乎是同一时间被推上了坡。回放一遍也没能分出胜负，这一次他们换成了大一点的自行车，跑的速度也快了很多。小五跑在最前面，只是上坡还是很困难，后面的帽子哥赶紧推了他一把，小五穿过了坡道，红队也紧随其后，2个人都冲上了第2个坡道，一起到达了终点，心照不宣地去帮助自己的队友。帽子哥终于穿过了坡道，他骑得很快，旁边的红队却想使坏，还好蓝队的成员反应很快，当帽子哥爬坡时，红队也追了上来，不过他好像跑偏了，帽子哥到达了终点，这一关蓝队又赢了，加上1分，现在的分数是3比0，红队还有机会吗？第4关是橄榄球，只要越过对方的防守，拿着橄榄球到达前面的黑线处就算完成。红队换好了衣服，小五拿着橄榄球就冲了上去，他们人数众多，小五凭着灵活走位很快到达了对面，开了一个好头。轮到小黑了，蓝队试图阻拦他，却被他轻松甩开，然后一个冲刺，他就到达了对面。小黑很激动，红队终于赢了一下下，运气也开始反转，蓝队的成员很难再穿越他们，而红队却越来越兴奋，2个人都完成了任务，所以这一关红队赢了，他们终于赢回了一局，但是只剩下最后一关了。老王决定玩点大的，谁赢了最后一关就能拿到奖金。看来老王很自信，这一关是玩滑板，只要趴在滑板上滑到箭头的位置，不掉入水中就能赢到比赛。红队先来，小黑直接冲过去，趴在滑板上开始往前滑动，力气太小了没有到达红线，但是主持人还是让他体验了一把下水的感觉。轮到老王了，估计是他太重了，一半的距离也没滑到，他赶紧往后退，但是主持人怎么可能放过他，无情地把他推入了水中。而这个小伙力气用得太大了，一路顺风直接进入了水中。看似简单的挑战，却很难掌握滑板的缓冲力，力气大了却过了，力气小了反而不够。看来这一关才是最难的，连续7个人掉入了水中。轮到蓝队的帽子哥了，
瘦弱的身材使出了全力，正好到达了箭头的位置，还没有掉下手。最后一关蓝队又赢了，他们也赢到了奖金，就是不知道此时红队的心里是怎么想的。这才是捉迷藏最逆天的隐身方式。6位顶级玩家将极限伪装隐藏在学校里，只要躲过1500名高中生限时10分钟的搜捕，就能赢到100万奖金。反之，奖金就归学校所有。1号玩家冈部在墙边发现一台落灰的空调外机，他将里面的机器腾空之后，就能留出藏人的空间，只要不打开盖子，就没人能找到。这样的伪装技巧简直脑洞大开。2号玩家粗品则把目标选在了空旷的体育馆，里面有10几个收纳椅子的大抽屉，只要把最深处的几十张椅子掏空，就能不留痕迹的躺在里面。这么多椅子，这么多抽屉，谁能一一打开挨个寻找呢？3号玩家菊田在操场看到一种铁疙瘩滚轮压路机，他让美术师精心打造出一模一样的质感，从外面看几乎没有差别，只不过里面是空心的。一台不常用的废铁能不能骗过学生的眼睛呢？4号玩家赛亚将图书室的书架延伸出20厘米，隔出的空间就能藏在里面，唯一的破绽就是桌面变宽了，希望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一细节。5号玩家松尾这一期依旧是显眼包，他要伪装成一颗篮球藏在体育馆的仓库里，只要和其他篮球融为一体，就不会让人发现。而6号玩家秋山选择灯下黑混入敌人的内部，他要伪装成一名学生加入大部队寻找，只要戴上口罩就能骗过所有人。这样的反常操作你认为可行吗？6个人全部躲藏完毕，1500名高中生即将开启暴走模式，如果在10分钟之内找到他们，奖金就能留在学校，还能放假3天。本想好好拍摄记录下学生们找人的过程，不巧手机却出问题了，是时候换一台了。我发现转转的二手手机好划算，华为 Mate 60 Pro 才3300，配置跟新款也没差多少，还便宜了2600。现在新款升级不大，买二手性价比更高，而且转转的手机都经过多轮检测，比一般的二手更靠谱。他家游戏机也很不错，买靠谱的二手我推荐转转。学生们快速冲出教室跑向校园，秋山猫在一边趁人不注意赶紧加入了队伍，他们都急着找人，没有谁会在意旁边陌生的同学。冈部透过丝网看到学生们从身边跑过，一切尽在预料之中。菊田的身边也出现了2名学生，但他们只检查了旁边的小屋，对地上的铁墩没有起一点疑心。粗品这边有一名学生扒着抽屉往里看，当他看到存放的全是椅子时，瞬间打消了怀疑。粗品的双重伪装也太保险了。松尾的仓库也跑进来几名学生，他们踩着球筐往其他地方检查，殊不知篮球上有一双眼睛在悄悄盯着他们。2位男生在赛亚的旁边检查书单，距离很近，让他紧张到不敢动弹。菊田的一脚又跑过来2名学生，一个在检查旁边的小屋，另一个用脚踢向了压路机，一碰就打开的铁盖也太不正常了。菊田藏得费劲巴拉，还是被找到了，成功淘汰了一个人。时间还剩下7分钟，秋山兴奋的原地转圈圈，谁都不怕的感觉简直太好了。松尾的仓库出现了很多学生，他们找来找去，始终没有人看一眼篮球。图书室里的学生更多，他们大多都是用眼睛看，能不动手绝不动手。粗品的抽屉也是没有人往外面拉，如果用眼睛能找到，那还叫什么伪装大师？松尾的仓库又涌进来一批学生，其中一个男孩在检查球筐时突然看到了大腿。松尾也被找到了，又淘汰一人。这时时间还剩下5分钟，秋山在校园里到处溜达，偶尔装一下找人的动作，而冈部窝在空调外机里非常难受，他的身边不停的有学生经过，可能动一下就前功尽弃了。这时一位女生摸了下赛亚的桌子，突然就感觉不对劲了，这个位置她经常来看书，以前也没有这么宽呢。赛亚也被找到了，他被学生们围攻时，秋山就在后面假装学生拍照，还不忘跟队友炫耀一下战绩，然后再跟着人群顺势离开。就这样他成功活过了7分钟，还有3个人没找到，但是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。学生们找得很用心，这时一位男生触碰到了空调外机，他甚至怀疑自己想太多了，也不敢相信里面能藏人。体育馆的大抽屉终于有人打开了，但是他们只看了一眼又跑走了。粗品藏的依然很淡定，这时秋山也过来寻找队友，他是来揭露真相的吗？当看到其他学生靠近时，秋山担心自己暴露，赶紧离开了。冈部的身边一位女生看了半天，没有发现异常又走了，但是走了2步又折返了回来。她突然想到这个机箱好像太轻了，回来又抬了一次，确实不对劲。拉开盖子就看到了冈部，冈部也被淘汰了。秋山又在人群的后面佯装拍照，明目张胆的充当学生，这次又要炫耀战绩了。殊不知他的旁边有2位女生一直在拍他，等他想要逃跑时，已经被人盯上了。几位女生同时认出了秋山，他就这样送上门了，真是自作孽不可活。这时时间还剩下30秒，只剩下粗品没找到了。放椅子的抽屉满满当当，怎么可能会藏人？就是这样的反思维伪装，他骗过了很多人，直到时间结束也没有人找到他。节目组开始揭晓答案，学生们被他的伪装技巧折服。恭喜粗品成功赢得了比赛，也赢到了奖金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，能找到所有人吗？
这才是躲猫猫最逆天的藏身方式。8个伪装大师将极限隐藏在学校里，只要躲过1000名大学生长达20分钟的搜捕，就能赢到100万奖金。反之，奖金就归学校所有。1号玩家赛亚在音乐室发现一台老旧的电视机，他将电视和桌子统一替换成可藏身的机关箱，从外面看几乎没有差别，而且电视的屏幕是单面显示，在里面可以看到外面，而外面的人看不到里面，只有按下开关才会出现惊喜。赛亚的藏身方式堪称教科书级别。2号玩家粗品看中了车库后面的一片空地，他要搭建一座房子来藏身，使用的材质接近周围的建筑，只要呈现出同年代的老化和质感，就不会引人怀疑。而且学校里到处有个学科备用的小屋，多一个房子也毫无违和感，只有打开下方电表盘的铁皮才能找到它。粗品就这样销声匿迹的藏好了。3号玩家秋山选择反其道而行，他不藏起来，决定伪装成学校的清洁工，一边打扫一边观察敌情。只要躲在清洁工的队伍里，就不会有人发现。他的伪装技巧如此之高，菊田决定和他并肩作战。收集的落叶也可以用来藏身，而且同一个位置没人能想到会藏2个人，他和秋山总要留一个吧。2人的想法一致，你认为谁会藏到最后呢？5号玩家松尾把目标定在了校园后面的菜地里，他要伪装成一颗不起眼的卷心菜，这个位置很少有人出现，而且逆天的伪装技巧谁能想到呢？你还别说，不仔细看还真发现不了。其实只要换一个屏幕清楚点的手机，还是能找到破绽的。最近我发现转转的2手手机好划算，我这苹果15支花了3300，就比16少了个拍照键，却便宜了2600。现在新款升级不大，买2手性价比更高，而且转转的手机都经过多轮检测，比一般的2手更靠谱。他家游戏机也很不错，买靠谱的2手我推荐转转。6号玩家冈部在体育馆的楼梯下增加一根柱子，其空间非常狭窄，他必须全程吸紧肚子藏在里面，但是这个位置异常隐蔽，一般人肯定想不到。7号玩家本田看到停放校车的车库非常宽敞，他决定在最深处增加新的墙壁，隔出的空间就可以藏在里面，只要把墙壁做得足够逼真，就不会让人发现。唯一的破绽就是可拆卸的排气扇，希望学生们没有那么聪明。8号玩家永濑决定藏在琳琅满目的商业实验室，他将桌子和饭盒更换为可藏身的新道具，只有拿开饭盒里一层接一层的寿司，移开最下面的饺子才能找到它。这么隐蔽的方式也太为难学生们了。节目组故意将线索放在5位老师的身上，分散在学校的各个角落，由他们自由拼凑。8个人全部隐藏完毕，1000名大学生即将开始暴走模式，只要20分钟找到他们，奖金就能留在学校，还能放假3天。Start！学生们在熟悉的校园里飞奔，他们很有信心能找到所有人，但是藏身的各位可是伪装大师，就看大学生的脑回路能不能跟得上了。赛亚的音乐室跑进来5个人，他们在电视的左右看了一眼，并没有发现异常。永濑的商品区迎来了一大批学生，这里摆放的小件物品居多，似乎不适合藏身，但是永濑的顶级伪装岂是正常人能够瓦解的？粗品的门前也出现了几名学生，他们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小屋，这记忆力也太差了。几名女生在疯狂地翻找落叶，而秋山淡定地充当清洁工，如果不当面指认，他是永远不会承认的。冈部的楼梯间不断地有学生经过，但是这个位置很容易让人忽视。这时一位女生径直跑向了赛亚的电视机，在侧面看了一眼又走了，好险呐！赛亚紧张的心跳加速。1000名学生分散在学校的各个角落寻找，他们很用心地在找，但是这群老六比老鼠还要狡猾，如何才能找到他们呢？时间过去了4分钟，松尾的菜地也出现了几名学生，但他们并没有看一眼菜地的方向。不得不说，松尾的伪装技巧也太高了。永濑的线索散布在校园里，有的人看见还以为是恶作剧，但有的人却能及时反应过来。这时2位女生一直盯着秋山的方向，她们有一瞬间脑袋清晰，想到了思路，但就是没有做出行动，就这么完美的错过了。松尾的菜地又出现了2个学生，女孩反常的走向了菜地，距离松尾只有几十厘米，只因为在菜群中多看了一眼，就找到了松尾。他们终于淘汰了1个人，原来女孩是学生物的，对菜地这块非常熟悉。松尾输得心服口服。时间过去了6分钟，学生们提高警惕，继续寻找。赛亚的桌子被打开又关上，没有人会怀疑一张装满机器的桌子，但是越来越多的学生翻找，赛亚藏得心惊胆战。永濑的商品区一样热闹非凡，学生们翻来翻去，一点线索也没有。本田的车库人来的也快，走的也快，空荡荡的视觉好像没什么可找的。他就这样骗过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。这时几位女生盯上了装落叶的车子，菊田吓得一动不敢动，其中一位开始用扫把拍打落叶，扒来扒去，竟然发现了一只大脚。菊田被找到了，秋山慌的一批，他端着簸箕也不敢靠近车子。这反常的一幕还是被一位学生发现，秋山也被找到了，2个人双双惨遭淘汰。时间过去了10分钟，他们只找到了3个人，这速度明显不够用啊！这时2位男生路过楼梯口，一眼就发现了冈部的柱子，而且是空心的，藏人的几率很大。
刚布吸了半天的肚子也没逃过被淘汰的命运，还有4个人没找到，他们必须加快速度了。学生们通过收集5位老师的线索，已经确定提示是商业实践室了。于是更多的学生来到了永濑的商品区，但是找来找去还是没有进展。一位女生准备打开藏身的桌子，发现被锁住就放弃了，完全没有理会桌上的饭盒，这让永濑又惊又喜。再看粗品那边，终于被记忆力好的学生发现，凭空多出的小屋瞬间起了疑心，但是出口被锁住了，打不开。学生们很快发现小屋的后面还有一扇小窗，他们终于找到了粗品。时间还剩下4分钟，还有3个人没找到。一位男生无意间抬起了电视，发现手感很轻，很不正常。他在旁边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入口。赛亚紧张到手脚发抖，直到一位女生提醒他开机试试。又淘汰1人，时间还剩下2分钟，还有2个人没找到。他们藏身的地方太过隐蔽，这群大学生怎么也找不到，每次都近在咫尺，每次又完美错过。终于有人碰到了永濑的饭盒，但他们认为仅仅是饭盒，没有起一点点疑心，这也太草率了。时间在1分1秒的消失，2位女生注意到车库的墙壁是空的，找不到入口处，竟然又走了。永濑的商品区聚集了更多的学生，一人找一件不过分吧。直到时间结束也没有找到他们。比赛完美落幕，本田和永濑赢得了比赛。等节目组公布2人的藏身地点后，学生们的肠子都悔青了，差一点点就只差一点点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，能全部找到他们吗？这才是捉迷藏最逆天的隐身方式。8个伪装大师将极限隐藏在学校里，只要躲过1000名高中生长达20分钟的搜捕，就能赢到100万奖金。反之，奖金就归学校所有。1号玩家冈部在杂物间发现一大捆粗麻绳，将其卷成筒状，就能不留痕迹地藏在里面。而且凌乱的麻绳从视觉上就不会让人怀疑。冈部的藏身方式堪称教科书级别。2号玩家秋山在仓库的后墙上延伸出新的墙壁，隔出的空间足可以藏得下1个人，再用同样的颜色粉刷遮盖，谁会在意一面冰冷的墙壁呢？3号玩家赛亚把目标选在了学校食堂，他将门口的自动售货机扩大了1倍，根据身高体重预留出足够的空间，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藏在里面了。而且学生们更偏爱档口现做的美食，自动售货机已经没人使用了，赛亚很有信心能藏到最后。4号玩家松尾在图书室也找到一个好地方，他将管理员的电脑桌更换为可藏身的机关箱，而露出的头部恰巧用电脑遮盖，这1比1复刻的动态壁纸几乎能以假乱真。松尾的灯下黑，你觉得可行吗？5号玩家粗品在工具室发现一排排缝纫机，他将原来的桌子替换成可以藏身的桌子，只有拿开缝纫机的盖子才能找到它。这么冷门的工具一般人不会去碰，粗品认为藏在这里非常安全。6号玩家菊田准备藏在游泳池的角落里，他将全身涂满颜料贴合池底的颜色，只要在水中一动不动就没人能找到。你还别说，不仔细往水里看还真发现不了，其实只要换一个屏幕清楚点的手机还是能找到破绽的。最近我发现转转的2手手机好划算，我这苹果15支花了3300，就比16少了个拍照键，却便宜了2600。现在新款升级不大，买2手性价比更高，而且转转的手机都经过多轮检测，比一般的2手更靠谱。他家游戏机也很不错，买靠谱的2手我推荐转转。7号玩家宫镜在走廊的尽头添加了2个储物柜，加上地板的高度正好可以塞得下1个人，而且目测柜子的容量很小，一般人不会想到里面能藏人。8号玩家中村在多媒体教室发现一处隐蔽的角落，他要砌面墙把自己封在墙壁里，从外面看一点痕迹也没有。凭空消失的中村谁能找到呢？8个人全部隐藏完毕，被集合在一起的1000名高中生即将开始暴走模式，20分钟之内找到他们，奖金就能留在学校，还能放假3天。学生们在熟悉的校园里飞奔，想要找到区8个人还不是轻轻松松，但是藏身的各位可是顶级玩家，就看他们的脑回路能不能跟得上了。图书馆的松尾淡定地充当壁纸，学生们乌泱乌泱地从旁边跑过，没有一人注意到管理员的尴尬表情。再看粗品那边，有位女生明明碰到了缝纫机，就是没有打开盖子，这也太草率了。赛亚的自动售货机非常低调，甚至不会有人回头看一眼，而杂物间的冈部藏得心惊胆战，他的身边不停地有人进来翻找，每次都碰到了麻绳，但是每次都没人扯开，就这么完美的错过了。1000名学生分散在学校的各个角落，他们都在很努力地寻找。泳池里的菊田隔一会就要出来换气，而学生们跑来跑去始终没有发现他。菊田的伪装技巧也太高了。再看宫镜这边，2位男生一直跑到了走廊的尽头，突然多出的储物柜越看越不对劲，而且这个位置他几乎每天都来，以前也不长这样啊。宫镜被淘汰了，他们终于找到了第1个人。时间过去了4分钟，所有人都在紧张的搜捕中。这时一位戴眼镜的男孩径直跑向了管理员的方向，上下看了半天，结果什么也没有看见。难道配的眼镜不够清楚吗？但是后面的2位女孩眼神好使。
他们终于找到了松尾，又淘汰一人，剩下的6位玩家紧张的手心冒汗。这群高中生也不全是近视眼。再看餐厅这边，2位女生在自动售货机旁停留了半天，她们发现投放纸币的出口被封死了，以前明明是开放的，难道有人动了手脚？赛亚也被找到了，只用了6分钟就找到了3个人，果然是人多力量大。游泳池里的菊田灵活切换着水位，他时不时的就露头换气一下，这种体验既紧张又兴奋。另一边的多媒体教室聚集了很多的学生，其中2个女孩掀开幕布，发现了隐蔽的角落，这面墙壁怎么还翘边了？听声音好像是空的。中村紧张到手脚发抖，还是没躲过被找到的命运。这位女生的观察力很强，中村也被淘汰了。菊田在水中躲过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，她的自信心爆棚，也变得越来越大胆，有人的时候也敢出来换气。终于被眼尖的学生发现，失去了比赛资格，真是自作孽不可活。这时时间还剩下11分钟，还有3个人没找到。秋山的后墙终于迎来了第1位学生，但他只翻了一下石头就走了，这个位置隐蔽的有些落寞。再看粗品那边，一位细心的女生发现桌子的厚度跟以前不一样，但是独立排放的缝纫机能藏人吗？她甚至怀疑自己异想天开。粗品心跳加速，祈祷他们赶紧离开，但是越来越多的学生围了上来，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换桌子呢？直到一位男生无意中打开盖子，才发现了粗品的藏身处。他们又淘汰1个人，这时时间还剩下8分钟，还有2个人没找到。学生们的热情丝毫没有减少，他们依然激动地寻找着。冈部的杂物间非常热闹，这里很凌乱，似乎更适合藏人，但就是找不到会藏在哪里。秋山的后墙也出现了很多的学生，但他们也仅仅是看一眼就走了。在接下来的5分钟里，学生们翻箱倒柜，几乎找遍了学校的每个角落，而冈部和秋山顶着35度的高温一动不动，时刻紧绷的情绪让人汗流浃背，但是为了奖金还能再忍一忍。这时时间还剩下3分钟，冈部头顶的麻绳被翻来翻去，眼看就要被扯开了，却突然被另一个女生扰乱了方向，好险呐，差一点就被找到了。很快只剩下最后1分钟了，他们找不到剩余的2人也变得紧张起来，到底藏哪去了？就差没有掘地3尺了。这时短发女生终于发现了后墙的墙壁是空的，但她一直找不到出口，在周围浪费了太多的时间，直到比赛结束才有人找到了出口，但是为时已晚，他们超出了比赛时间。秋山和冈部赢得了比赛，也赢到了奖金。1000名高中生说的口服心不服，他们终究是比不过伪装大师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，有信心能找到他们吗？这才是跑酷玩家最难征服的赛道。6名玩家将徒手攀岩85度的斜坡，只要全员不触碰地面成功爬过去，就能瓜分10万奖金。整面墙壁光滑无比，几乎垂直于地面。小